啊，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顶端了这个景象啊，这个对，这个也没错，因为它是百科全书嘛，它这里面难免就会有很多的讲述那个时代，我们实际上今天回望已经达到了科技高峰。比如这个船上的这些钉子，它全部是铁钉，这个从历史文献上可以看到的。这个铁呢，在宋代呢已经普遍使用了。这个铁钉是全世界领先欧洲几百年啊。这个就是它比较繁荣发展的这种辉煌啊，包括这个煤也在大量使用，所以呢，就是用我们今天话说叫新能源啊，煤比碳还便宜。因为呢，为了这个事儿，我还真是阅读了这个宋代物价史，研究了宋代物价。煤呢是1斤4文钱，碳是1斤5到6文钱。可见煤呢已经在这个市民生活当中已经普遍使用作为一个新能源了啊。这个煤呢，就是欧洲是没有的，欧洲一直到我们看元代这个。马可波罗来的时候，马可波罗里面游记里面写了，就是这个他看了煤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他在那个马可波罗游记里面写，中国人居然用一种黑色的石头来燃烧，他不知道那个叫煤，他只能说是黑色的石头来燃烧黑色的石头，他觉得非常的奇怪。这个是好的方面，但是呢，这里面呢有很多的社会危机和贫富差距。不应该是黑色的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贫富差距。这个农村我讲呢，它特定一年呢是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这个青苗法颁布跟这个图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没有时间细讲，这个涉及到王安石变法，这个事情太复杂了。农村非常的凋敝，你看这个农村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在耕作，这个导致这个大量的农民涌向城市，寻求机会，寻求这个生存发展的机会。然后呢，出现了很多无业游民，我们今天话说呢叫流氓无产者，没有工作的，寻找机会、寻找生路的游民。比如说我们看这位，这就是个游民，他呢光着膀子，然后呢这个衣服就这么一身衣服，破烂衣服。一副挑子，就他除了自己的身体和一副挑子之外一无所有，而且没活干啊，所以呢他在这儿，同时呢他很饥饿，他好几天没吃饭了，没钱买饭吃，好几天没吃饭了。那我们这个一个画家，我们怎么画饥饿呢？你看张择端，他的眼睛在死勾勾地盯着正在吃饭的人，来表达这个人的这个饥饿啊，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就是这里面有富人，非常富的人，也有非常穷的人。然后呢，这样的细节在这个里面大量出现。这个呢是刚才讲彩楼欢门，这神仙脚店，这个大酒店。这个酒店外面这是什么？一些工人、打工仔在做什么呢？弄行李。这是钱，现金。这个酒店生意很好啊。每天都有大量的现金流，这现金流现金呢不能放在这个酒店里面，必须运到银行里面去，钱庄里面去。所以呢，这个就叫运钞车，在运这个。这位是什么？对了，外卖小哥啊，这是当年的外卖小哥。经济繁荣的确是繁荣，你看这个大酒店里面吃喝的这些挺多的。同时呢，存在着很多的这是豪华汽车啊，这个很多这个危机。我们看这个护城河这个桥上面好多小孩儿，这小孩儿在干嘛呢？你们说？对了，就是乞讨，在要钱要饭。我们好多年前我都记得有小孩儿在市场上围着大人在要饭，但现在没有了。这小孩在要饭，穷困者、无家可归者，在这里面很多，还有被政治谋杀者等等，很多人不细讲。
那这个呢，就是跟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就是青苗法颁布有很大的关系。还有就是各种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出台了这个大量的这个法律，比如说他青苗法，它是本来是为农民着想，因为农民呢这个种地呀，他也需要资本，春天的时候他需要种子、肥料，没有化肥，反正肥料，各种这个劳动这个资料、生产资料它是需要。但是呢，如果遇上灾年呢，那个老百姓手里没钱没粮，第二年他还要耕种，怎么办？所以呢，就受到这个高利贷者的盘剥。那王安石呢，就觉得要拯救这些农民，不让他们受高利贷者盘剥呢，就颁布了青苗法。青苗法是什么呢？是政府借贷给农民，这个利息呀20%，也够高的。这个半年一次，一年40%。但是私人高利贷那都是翻倍啊，翻倍呢，所以呢，这个王安石他这个初衷是好的，他要挽救这些、拯救这些贫苦农民，让这个生产能够持续。但是呢，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基层的情况，王安石是不掌握的。这个借贷呀，本来是受惠于民的，但是呢，它成了残害百姓的一把刀。为什么呢？地方政府那个基层的这些官员强制百姓借贷，就是你有的我不需要借我还得付利息，这个我吃亏啊！我自己有钱，我不需要借贷，不需要也得借，就是强逼借贷，把很多家庭搞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只能进入城市去打工，去寻找新的这个机会。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反映的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所以呢，它可以，你要说它是任意一年也可以，但是呢，它反映了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题材，来反映当时特殊的社会状况，是这样的一个作品。太好了，我觉得，其实，朱老师谈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事件，就是王安石变法。如果把王安石变法弄懂了，其实北宋社会巨大的社会问题也好，政治问题也好，包括苏东坡一系列名人的历史变迁，都跟这有关系。对，所以这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就是我们往往研究历史，其实从一个事件可以撬动无数的一个关联的东西。好，那我们下面就开放问题给来的朋友啊，因为朱老师也是很难得的机会，所以我就不啰嗦了。好，这个第一个举手的是最左边那位女士啊，戴口罩那位女士，递个话筒，你的后面，一会儿啊，前面这个女生的啊。朱勇老师你好，感谢您的分享，就是今天收获很多。我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拉斐尔的雅典学院，他把自己画成一个那个戴贝雷帽的侧脸的一个男士，在你研究这个《清明上河图》期间，有没有去找过张择端有没有把自己画进去？然后你有没有找到这个人？然后第2个问题就是我在看梵高的一个书信，他一直在跟提奥抱怨说，多给我一点钱，让我去找模特，我要去画这个人物，去画肖像。在中国绘画史上，就是模特，有没有画家就是说对这个模特有没有什么一些关系？我也不太知道怎么问，就是说模特对于中国绘画的画家来说，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辅助？对。谢谢朱勇老师。这个其实还是真是挺深入的一个，挺深入的一个问题，不太好回答。第一个是没有，第一个问题肯定是没有，就是张择端那个。第2个问题，我们那个其实这些古人画画他也讲写生的，你看这个他这里边有大量的这个写生基础在这，但人体模特，这个我还真是不太清楚啊。就是绘画里面讲的是意蕴。中国古代绘画不太讲写实，不太讲像不像，就是我们讲的是意境，是意念。所以呢，就苏东坡那个在他的画论里面讲到，就说绘画的目的不是为了画的像，这个画的像是小孩画一个苹果要像苹果，画一个大象要画像大象，这个是小孩画是这样的一个初衷。但是一个艺术家，他不以像为标志，而是表达这个意境和这个意念，一个精神层面的一种表达。所以呢，就是说，这是中国绘画跟
西方绘画的一个不同。我们觉得这画的也不像啊，对吧？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实际上呢，就说写生的技术，我觉得是很强的，包括这个人体写生的这个技术。这个我们就看古代的这个佛像，就看得出来，就是佛像它从一个抽象的一个肉身，后来越来越写实了，啊，就它身体的局部那种肌肉感，然后呢，还有就是衣纹垂下来的那种感觉，不管是石像还是木质的这个佛像，那种这个衣服的那种轻薄和那种纹路，都通过这个雕像能够展现的栩栩如生。我觉得这个中国古人的这个写实的这个功夫，写生的这个功夫是很强的，但是中国又是封建社会，肯定裸体模特我觉得有点悬了，肯定是没有。但这个问题我没有深入研究过，啊，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你刚才其实我补充一点，就是中国画家是比较少的把自己画进去的，只有那个像《韩熙载夜宴图》这样的是比较明确的画家把自己画进去，其他的实际上就很少。因为中国画家其实早期的很少都留自己的名字啊，到宋代差不多才开始有啊，在一个比如说李唐呀或者刘松年他们在一个特别密集很小的树底下留了个字儿啊等等，这个是很少的啊，所以他不像西方那样就是把自己画在这里啊。另外你刚刚讲的梵高那是一个特例，他痴迷画画之后，他为他弟弟要钱，提奥是他弟弟啊，是这样一个情况。好。稍等，刚才那位女士啊，这位，给前排这位女士递了话筒，右边，周勇老师您好，谢谢您今天的那个精彩分享。我的问题是，就您刚才介绍这幅画的时候，用那个历史的方式哈，这幅画，然后展现了那个当时这个北宋都城人们日常的那种各式各样的生活场面。那么我的问题是，这幅画的那个名字是《清明上河图》。那么刚才既然是说历史是一年四季吧哈，虽然是残缺的，那么这个《清明上河图》这个画的这个主题，那么和这个一年四季我们怎么样子来理解？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来理解它？谢谢。好，这提得很好，这个说明就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听得也很认真。关于清明呢，这个主要有3种解释。一种呢，就是我讲的，就是清明节以郑振铎先生开创的这么一个学说。第二个呢是讲清明盛世，说这个是歌颂这个皇帝的，但是我们刚才讲了，也不是清明盛世，这里面指出的这个社会问题还是挺多的，不仅仅是刚才我提到的这几个方面，如果细看里面还会有很多社会的弊端啊。所以呢，用这个来去歌颂皇帝，那肯定挨批板子的，肯定是被收拾的啊！谁让你这么画的？我王朝里没乞丐，对吧？所以这个清明盛世这个说法呢，好像也是很难去自圆其说。第3个呢，我相对只赞成，就是清明坊，就是他讲的是个地方，因为呢，就是在宋代的这个汴京城里面分成很多坊，其中的一个坊叫清明坊。清明坊的位置呢，在东南角门，就是这个汴京城的东南角，那个附近恰好有一座红墙。这个查北宋的地图不是它历史的记载。我们有一位学者根据这个历史记载来复原了一幅北宋汴京城的地图。这个地图呢，给我们后人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就是我在写这个书的时候，也看了这幅地图，就对着这地图看。然后呢，这幅图我这个书里面附了这幅地图，所以呢，就是那个在清明坊这个附近呢，它有城门，我们刚才看到了有个高大的城门，也有红墙，所以我个人认为，倾向于就是清明指的是清明坊，清明坊这个地方为核心，然后呢，春天河流解冻期间，人们上河。这样的一个景象，上呢就是去的意思，就是那个我们上学、上班都是去的意思嘛。这个上就是那个去的意思啊。好，那位男士，你刚才问题完了？他已经讲了，清明可能比较准确，应该是一个地方。
是个清明坊那个地方，它不是时间，不是节气啊。对对，焦点。哎，好，那位男生戴帽子的男生。谢谢朱老师啊，到底是大家这个让我们收获多多。请教一个技术问题，就因为这个画呢那么细小，我们知道在台北故宫和这个美国大都会都有它的摹本，那会不会他们的两个摹本过去有没有这么先进的放大技术？会不会他们两个摹本就实际上都已经很变形了？会不会这样？有没有这个问题？变形就是会的问题。它的临摹的过程中间，由于没有这么好的技术能够看得这么清楚，是不是他们的摹品就已经很变形了？就是跟原作相差很远，会不会有这个问题？谢谢。那个首先呢，就是说现在就是全世界以《清明上河图》为标题的古画有40多幅，它形成了一个系列。这个系列的开创者肯定是张择端，用今天话说叫 IP。这个 IP 是张择端创立的。那其中呢，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和日本各自有10多幅，这3家占了全世界的大头啊，剩下有零零星星有几家博物馆还藏有这个以《清明上河图》为名的图卷，但它不是这个摹本。台北故宫这个藏的也不是《清明上河图》的摹本，它是呢以这个名义重新画了一幅画，所以呢它不是摹本。比如说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他画的是苏州，跟这个汴京城一点关系没有。它中间也有个虹桥，大概采纳了这样的一个形式，一个结构，它就变成了一个 IP， 大家都用的一个 IP。每一个人呢都是在自己的这个领域里面再重新的去发挥，再去创造，所以这个40幅《清明上河图》不是一样的，都长得都不一样。摹本呢，刚才讲到你这个摹本呢，是可以摹的，是没有问题的，摹本是没有问题的。那个我们故宫博物院有一位老前辈叫冯中莲，他呢是他摹这一幅画，他在我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修复呢有个摹画室，就专门负责摹画。今天还有摹画室，但是这个冯中莲已经不在了。他这个摹这一幅《清明上河图》，你们知道用了多少年？18年。哇！18年就干这一件事儿，每天上班画一点，每天上班第2天接着画，前后总共历时18年把这幅画摹完。那在这次个展览上，那个也展出了冯中莲的摹本。冯中莲的摹本我看过好几次，这次呢我又仔细看了一遍。为什么呢？他把这个张择端的原作和冯中莲的摹本放在一起，对比这个我们人在中间。